我想讓你来教我演绎啊，要上目线看，不能压眉，眉毛得抬起来一点。你的投資是偏長期持有，還是說會經常看哪塊波動比較大？我會。今天呢，非常感謝 B 站的邀請，讓我有一個可以獨家對話張凌赫的機會。好了，你好，哎，不是，你好，怎麼會想到要拍這麼個片子呢？當初在想做這個事兒的時候，只是想做一個公益向的項目，希望自己可以通過自己的關注度，讓大家去了解到公益方面的項目，然後還有好幾個項目。為什麼選擇這個？是因為這個項目可能跟我自己感興趣的方向會比較像一點，背景比較契合一些。对，第一個我是學的電氣工程，第二個我平時看的一些視頻啊，都會比較偏向於能源、科技。对，正好有這麼樣一個項目，跟我的興趣方向契合，又能夠達成公益的一個效果，所以說就選擇了嘛，一拍即合了。對 OK 啊，因為你是學這個電氣工程的嘛，是。我想問問你，就是在去拍這個片子之前，對這種綠色能源、清潔能源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想象？然後實際去的時候，跟你最開始的認知一樣嗎？剛開始去的時候跟大家都一樣，對這方面的了解僅限於說最近好像新能源汽車比較流行，然後新能源板塊的那些股市會比較好，對不對？後來去的時候才發現，其實這個行業不僅僅是體現在這個方面，其實他們的一些社會上面的價值也非常高。咱們國家在這個板塊做的一些基建也非常非常的完善。对对对，其實中國的電應該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穩定，尤其是綠色能源。如果說讓你選擇一種能源來形容你自己的狀態，你覺得是更偏這種穩定的火電呢，還是更偏就是有潛力的這種風電啊，什麼新能源？現在的狀態是吧？或者你可以說說你的心路歷程，比如火之前、爆火之後有沒有什麼變化？如果說現在的狀態最像的光電吧，光伏，白天工作，晚上休眠。你平時會有沒有一些充電的方式？自己給自己充電。我會喜歡捣鼓一些手工的東西啊。我有看你買了很多相機。對，相機是你很喜歡。我喜歡參數。啊，你喜歡參數？我喜歡研究參數，我喜歡看一些原理的東西。有時候看的不過癮的時候，就把它拆掉。哦，自己拆。對，看它裡面內部構造到底是怎樣。我很好奇，你會喜歡幹這些東西嗎？做手工，我特別小的時候會給娃娃做衣服，但是涉及到什麼拆電視這種事兒，我覺得那是享受那個衣服做成的那個成品，還是說是它縫紉的過程？就是完成這件事情的過程，然後會有一些自己的這種想法施加在這個作品裡，成就感。对对对，反正我是這樣子。我們也一樣，我也一樣，就是挺喜歡動手的。是啊，我們頻道主要是商業財經嘛，你今天過來，我也想沒有，就是想問問你平時有關注這種商業財經領域嗎？我跟大家都一樣，我平時也會買一些。哦，真的嗎？对，我會買一些。這個能說嗎？能透露一下平時關注哪些領域？我是初學者哈，也會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的時候。我沒有建議，沒有任何建議，隨便聊聊。自己的愛好。對，我會每個板塊都會有一點。啊，就是分散的這種分散型的。我很害怕在某一個地方會集中，萬一跌了就全都沒了。其實有點像買大盤的感覺。都會有。前段時間那個不是很火吧？半導體，好像我進去之後它就對。你的投資是偏長期持有，還是說會經常看哪塊波動比較大？我會分比例。哦，這麼那個專業的思維。會60%-70%可能就是保險的，會比較長期。然後10%可能就基金一點。哦，你學過這個嗎？還是就是自己看完自己研究？沒有學過，没有學過。如果把你的演藝事業想象成一家公司，你覺得你現在是處於什麼階段？想象成就比如說這個公司最開始是初創，然後一點一點長大，然後最後可能上市了，再穩健的發展，就這種感覺。還是初創？還是初創？剛冒頭的新興公司。這麼火了還初創嗎？還年輕，我才多大？剛冒頭，得到很多的關注嘛，大家可能在板塊上面可能是一個新的。你還是太謙虛了，我覺得。真的，因為這時候還不穩定，剛冒頭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能量去注入進去，需要創新啊，需要這些東西才會讓更多的投資者進來。那你覺得你最大的優勢，或者說你的核心競爭力，就是你演員這個事業想象成一家公司的話，你覺得是什麼？剛剛說了創新肯定是的，創新得讓大家看，得讓投資者看到你這個公司是有前景的，是有潛力的。第二個就是學習能力吧。學習能力，你覺得對於一個演員來說，創新意味着什麼？業務能力上面你得有進步，就是演戲的專業性，情感的共鳴，然後劇本的解讀、角色的解讀都得是有進步的，這是学習能力。第二個方面是角色的不同角色，对，你得讓觀眾看到
你可以演更多的角色，而不是说只是单一類型的角色。那我有个問題有點好奇，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問，因為你不是科班出身嘛，你是電氣工程，對，轉行到演員這塊的話，會不會覺得自己比那種科班出身的人有劣勢？有沒有經歷過那種有點像至暗時刻？會有。會有，肯定會有，因為科班出身，他們畢竟學了3-4年的專業生態型表。我非科班出身，這一方面是匱乏的，就需要去在劇組的過程當中去學這些東西。但是好也好在我以前的專業、以前的系統性的學習，讓我養成了一個習慣，就是我會去反思、去學習。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兒，就是我看到很多我不知道的東西，我會有好奇心。哦，我也觀察到，我會去好奇它的原理是什麼，這一方面的東西就會促使我去學習，不斷的去吸收新的東西。對，我發現你確實是一個，就是會往那個原理，因為我看你在片子裡面，比如說有一個工程師跟你說這個電壓是什麼，比如說300伏或者是多少瓦，你就會問，哎，這是什麼概念？然後他給你講那個叫什麼抽水蓄電啊，是，對，你會抽水蓄電站，對，有很多原理這方面的東西。我是一個搞不懂原理我會睡不着覺的人，可能跟以前也是學習習慣有關的。以前我們做一些題目或者說搞一些物理原理的時候，都會去想為什麼會有這條定理出來，或者這條定律出來，都會想過為什麼。如果不把這個為什麼搞懂的話，真的會夜不能寐，就是會很不舒服，讓你很不舒服，很不爽。那你覺得像演員，因為很多時候你是要感受這個角色，感受情緒，它其實跟這種理工原理思維還是挺不一，在我感覺裡會很不一樣。是，但也有共通的地方。怎麼個共通法？你比如說你人做一些事兒都會有邏輯，基於他前後發生了什麼事兒，還有基於他人物的性格，都得放在心裡邊，而不是說只是當下的感受去演，這只會延長，或前後不接戲所謂的。哦，所以你是會通過理解這些背後的一些原理，然後更深刻的傳達這個情緒，大概是這樣一個感覺。對，沒錯，你得把整個人物的邏輯捋順了，你表達出來的那些畫面才會貼合劇裡面的角色吧。那如果說放眼你的這個職業生涯、演員事業，你覺得花在哪上面的時間和精力不會貶值，會產生更多價值？就是什麼是穩健投資是嗎？差不多這個意思，對。觀察生活。觀察生活。對，就比如說參加這樣的項目，我走到很多不同的工作當中去，跟他們去相處，跟他們去生活，這種對於演員來說啊，就是對於演員這個職業來說，也是一種非常好的事兒。萬一我以後在角色的塑造過程當中需要去運用到一些生活上的細節，這樣的一次經歷就會帶給我很多很多的經驗。那你就比如說演像古裝劇那種的話，你會怎麼去感受這個角色，或者是通過生活方面的什麼觀察會輔助你去演古裝劇？其實萬變不離其宗了，你不管是古裝劇也好，年代劇也好，現代戲也好，或者說更多的線下所謂的那些劇也好，它都是人嘛，你觀察生活一定是沒錯的。越生活化的東西帶到戲裡邊，大家會覺得你這個角色越真實。它其實不是1對1，就我觀察這個職業，我演這個職業，可能是更多元化的那種。沒錯。那這次就比如說拍這個綠電這塊，這些工程師有沒有給你帶來什麼啟發？一個很有意思的點就是像王宮嘛，他在面對鏡頭的時候，他會比較可以說是害羞，有點拘謹，我覺得這很正常。他的言辭上面也會比較就是保守，但是沒有鏡頭跟他私下聊天的時候，他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人。其實這個東西你也可以放在戲裡邊。你的意思是，就是當你演一個這是不同的人物關係啊，對啊，這是不同的人物關係啊。就你面對一個比較公開的人的時候，這樣的性格的人他是會往內收的。但是如果你再回到家遇到自己的親人的時候，說話什麼又會變一種風格。這其實就是人物關係帶來的不同的那種處理方式。哇，這個還是挺有洞察的。你覺得拍了4-5年的戲，你最大的成長是在哪方面？最大成長，對，以前是個理工科的男生，後來拍戲之後會慢慢的去想情感這東西到底是怎麼去表達的。你在面對不同的人的過程當中，會不會去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事情，或者說你在面對一件事兒的時候，有時候情感是大於邏輯的。就比如說投資，我買東西，站在理工科的角度，我會分比例去投資不同的板塊和不同的比重、風險啊、穩健啊或者激進這些東西。但是基於情感的角度，你萬一哪一天收到很多的消息，這個是風口，那個是風口，這個非常好，這個情景非常好，你就會有一種衝動，我需要去踩這個風口。你會有這種？我當然也會，我也是個人，我也會有這種就是傾向了。這時候就是得平衡嘛，你既有情緒，但是你又得去用自己的理性去把它拉回來。對，其實說最厲害的投資者一般都是非常善於跟自己的非理性做鬥爭，非常善於把控這種情緒。快問快答，如果只能選一個，你是更願意選無限能源還是無限財富？無限能源。
無限能源。无限能源就是无限財富。OK， 好，如果選一個詞來形容能源行業，是風口賽道還是國家基建？國家基建。你花錢的時候是更看重性價比，還是喜歡就好？喜歡就好。OK， 第一反應啊，理財最重要的是收益還是安全？安全。安全。人生最重要的是收益還是安全？人生最重要的收益收益。哎，這還真不一樣。不一樣。你這有點像投資之前做的那些小測試。做那個小測試。對。我想讓你抽幾個不同的情緒，然後來教我演一下。教我演一下，因為我是不会，我只會對着鏡頭笑哈哈，所以我随便抽一個是吧？對，你抽一個，這裡邊有好幾個。這是什麼？破碎感。破碎感。那 OK， 对着这个机会。你可以教我一下，就是怎麼，就比如說哪兒要使勁兒，臉要怎麼樣能演出這種感覺？哦，就是你內心是城市化的破碎感哈，就有一些小技巧吧，就可能就是破碎感，首先得稍微低一點頭。不要仰着頭看人，比較實用。OK， 對，稍微低一點頭，然後要上目線看人，但是不能壓眉，眉毛得抬起來一點，就是那種楚楚可憐的感覺。我試試。你試一下，眉毛抬起來一點點。很難啊，很難啊！但是這些東西都得就是有前後的，有前後邏輯才成。那再來一個看看，我來，這個挺好玩的。心動的感覺。心動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臥蠶。最重要的是臥蠶。就是面對鏡頭的時候要眉目含笑。眉目含笑。但是不能咧嘴。沒有人心動是這麼心動的，對吧？就眉目含笑，就是有微微的一點開心的情緒，然後眼睛要盯着它，要睜大，但是不能有那種用力的感覺，眉毛要放鬆。你的臥蠶最好是可以有一點臥蠶，對，有一點臥蠶，就是心動的感覺，其實是眉眼在笑的感覺，沒錯，有點鸚鵡笑的感覺，是不是？也是一種心動嘛，也是一種心動。say